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。用一个成语来形容一下自己和鹏飞们的关系。如鱼得水吧，鱼离不开水，然后水里没有鱼也没啥意思，就这种感觉。第一次拍戏，觉得对自己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？最大挑战就是我对一切都是没有认知的，比如像演员该做什么，也该怎么演，就整个人是懵的啊，不知道该怎么拍戏，然后人家说什么其实也听不懂，也不懂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演，反正对于我来说就是还是挺难的吧。当然拍完一整部戏，通过整个导演团队啊，包括演员老师啊，包括制片方，他们对我的一些指导，还有一些迁就、照顾什么的，我觉得我后面就适应了这个剧组，所以我觉得还挺感谢他们的。下一次拍戏会不会考虑演霸道总裁这个类型？咱家粉丝都想让我演霸道总裁，就霸道总裁得有几个条件，第一个呀，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得帅。这个我是挺不自信的。那第二是什么呢？第二就是你得有合适的剧本来找你，也是看哪个制片人想不开来找我吧。在剧中魏成风转变后，眼神发现有明显的变化，是有刻意去练习过眼神戏吗？其实没有说刻意的去练眼神戏啊，就是我觉得其实到了中期的时候，我不谦虚的说啊，我可能已经进入魏成风那个角色了，就是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坏事儿。那这个时候，你作为演员来说，你要塑造这个角色，你一定要说服自己，就是你要成为魏成风，你认为这一切是理所应当的。那后来有没有走出来这个状态呢？得走出来。当然，刚拍完的时候，其实还是在那个状态当中的，就是比如让谁叫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就想说干什么，就会这样。但我突然，我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就是我会这样，所以眼神其实那个时候不用去刻意的去练啊。其实你那种状态，你特别暴躁、特别烦躁、特别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的眼睛自然就会这样，因为你心里想什么，大部分都会从眼睛表达出来。魏成风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觉得因为这个角色，我可能想觉得自己是不是以后有机会演戏，而且我爱上了这个演戏这件事儿，我觉得它可能改变了我很多想法吧，对于做演员本身的一个概念的一个影响吧。在成都演唱会上，粉丝们分别表示舒小贝的造型非常好看，会不会后续继续保持？会有的，因为我想跟我粉丝说，就是人已经换不了了，对吧？你就刘宇宁就是刘宇宁了，所以就看看衣服上、造型上换一换，让给你点新鲜感嘛，对吧？人相处就得彼此有新鲜感。每当粉丝嫌弃你的造型的时候，你想说什么回应？嫌弃我因为他们嫌弃我造型的时候，通常是我私底下见他们的时候，不洗脸不洗头啊，也不收拾，满头油什么这种的时候，我想说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不能总看帅的我，但生活当中的我，跟你聊天的我，才是最真实的我。真实的我就会有温度，就会有亲切感。所以我觉得两个都得有啊，都得有。自己在2019年最大的进步是什么？我不敢说我有多么的进步啊。当然，我觉得通过这一年的接触，所有的优秀的音乐人也好，还有很多演员老师，包括这个行业的从业者，然后跟他们接触之后，我觉得我的思维想法，我更知道自己要什么了，就是我更加确定自己要什么。然后有些东西，我更知道一些快速学习的方法，就是我觉得可能比以前，第一是见识多了吧，就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。给大家安利一下你的新歌吧。我新歌《阿莫契》啊，也是我们吴青峰老师给我作曲，然后李格力老师给我作词，然后我们刘胡一老师给我做的制作，整个编曲什么的。我觉得这首歌呢，它不是一首让你能够听完之后特别爽的歌，但是你听完之后，你一定会想到自己的一个经历，尤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就会莫名其妙的进入一种状态，那种状态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很神奇哦。对自己2020年有什么期许呢？期许啊，就希望2020年我还能开我第二轮演唱会巡演，然后还能有人来找我拍戏，还能最好是有一首非常火的歌啊，这是我2020年的期许。咱们到2020年年末再来做这个采访，看我达没达成。最后来跟粉丝们表白一下：没有天哪有地，没有你哪有我，对不对？